大雪山的这边亦是一片冰凝结而成的平原，除了雪与冰之外别无一物，而他们三人则等于是穿过了雪山，来到了雪山的另一面，他们的营地则在雪山的那头。神庙在哪儿？王十三郎背着四顾见的骨灰瓮，被布衣围住的脸颊透着一丝冻红，喘息着问道。范闲被海棠扶着，眯眼望着山上说道：当年萧恩和苦荷大师就是从山的这面上去的，按道理来讲，神庙应该就在我们眼前才是。然而他们的眼前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如玉一般的冰雪覆盖着不知道本体颜色的山脉。此时风力并不强劲，天宫也未曾降下暴雪，视野十分辽远清晰，便在这片清楚无比的视野中，却根本找不到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。扶着他的海棠沉默片刻后，忽然开口说道：在古老传闻中，神庙一年只有1-2天的时间才会出现在世人面前。如果神庙不想被凡人看到，那么凡人就算再如何寻找，也不可能找得到。传说毕竟只是传说。范闲捂着嘴唇咳了2声，他身上穿着的衣袄极厚，勉强抵御着外界的寒冷。说来也有一些奇妙，如今神庙近在咫尺，虽不知其方位，但是天地间那些浓郁的元气开始加速地涌入他的体内，令他的伤势和病情都松缓了许多。好不容易咳声止住了，范闲眨了眨眼睛，用疲惫的眼神看着雪山上那些凌乱的雪石，说道：传说不见得是真的，当年你师父和萧恩大人就是为了等神庙现世的1-2天，在这雪山之下整整熬了几个月，不知吃了多少人肉，我可不想等。范闲此人经历了旁人不可能有的2次生命，所以他绝对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但是前世所受的教育却让他无神论的根骨始终无法脱去，所以这种矛盾让他一方面对于神庙隐隐有所敬畏，另一方面却对于所谓传说并不怎么相信。海棠朵朵整张脸都被蒙在毛领之下，嗡着声音说道：如果传说不是真的，那神庙藏在这雪山里一定有障眼法。如果要搜遍这座山，以我们眼下的状态，只怕要花很多时间。我也明白，既然要花很多时间，那就快些开始吧。范闲沙哑着声音说道，又看了王十三郎一眼。想必你们也发现了，这块地方的黑夜特别短，再过些天只怕就没有夜晚，我们用来搜索会比较方便一些。数月艰难雪原行，范闲在海棠和王十三郎面前不再刻意地遮掩自己前世时知晓的知识，他的每一次判断最后都成为了现实。然而海棠和王十三郎并不知道他的这些判断的依据是什么，所以在他们的心里，范闲显得越来越神秘，越来越深不可测。这几个月里，海棠和王十三郎对于范闲的任何判断和指令都没有丝毫质疑和犹豫。然而此刻三人站在雪山之前，将要开始寻找神庙行动前的刹那，王十三郎却没有向雪山上行去，而是看了海棠一眼。海棠在此时也正好看了王十三郎一眼，两人的眼神相对，都看出了对方眼眸里的忧虑和震惊。范闲发现了两位友人的异样，微微皱眉，咳着说道：怎么了？王十三郎沉默片刻以后，望着他说道：我们只是很好奇，神庙便在眼前，若依你的判断，不论要花多少时间，我们总是能在黑夜来临之前找到神庙。范闲点了点头，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，眉头皱得更深了。海棠在他身旁叹了口气说道：我们的意思是说，马上就要找到神庙了，不论是要挖掘出神庙的秘密，还是救虾大师出庙，你总得提前有个计划，做些什么准备，或者你有什么了解，也得提前告知我们2个一声。以你现如今的身体状况，很多事情总是需要我们去做。神庙便等若仙境，至少在这片大陆子民的心中便是如此。
今日范闲三人探神庙，这是何等样的大事，偏生范闲表现的是如此轻松随意，甚至有些马虎，就像真的只是旅游一样。谁知道这座大雪山上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，怎样的令凡人难以抵抗的神威？海棠和王十三郎都是人世间心智意志最坚毅的顶尖人物，可是面对着这座大雪山，心中依然难以自抑地生出惘然和恐惧的感觉。他们是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范闲还能这样轻松随意。当年苦荷和萧恩活着从神庙回去了，这个地方并不像世人所想的那般可怕。范闲微微一怔以后，苦涩笑道：他们二人当年也已经是九品上的超级强者，然而被煎熬了半年，人都快死了，实力当然不如我们现今。既然他们都能活着回去，我们又怕什么？而且五竹叔和陛下都说过，神庙已经破路荒败，没有什么力量了。范闲微垂眼帘说道：我相信陛下的判断，因为他这一世基本上没犯过什么错误。可是神庙就算已然荒败，依然是神庙，难道凡人能够不再膜拜他吗？更关键的问题是，我只知道到神庙的路以及神庙的外表，至于神庙里有什么我也不知道。范闲无奈地笑着说道：既然如此，再做什么准备其实都是没用的，找吧，找到再说。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。范闲一生浸淫在监察院的黑暗之中，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，哪怕面对着深不可测的皇帝陛下，他依然是妙算迭出，勇敢地思忖着获胜的小手段。然而今日看着这座雪山，这座一无所知的雪山，他又哪里能有什么准备呢？大雪山依然是这样的沉默肃穆冰冷，似乎根本不知道有三位凡人正在紧张而安静地搜寻着他的秘密。传闻中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庙，也依然像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一样，隐藏在风雪之中，不肯露出真颜。艰难地爬上雪山许久，山脉上的风渐渐大了起来，卷起岩石上的雪粒，欲迷人眼。范闲的眼睛却依然清湛而稳定，没有放过任何可能被遗漏的细节。在他的推算中，神庙一年只现世一两日，而萧恩苦荷上次见到神庙正是在极夜结束后的第一天，这一定隐藏着某种规律。极夜之后，阳光才会普洒在这片雪山上，神庙里的人想晒日光浴，所以才会现世而出吗？伏在海棠温暖后背上的范闲惬意地转了转头，在姑娘家的景上嗅了嗅，无比快活，心里清楚自己的推论一定正确。大雪山向着天空的方向，一定会有某些冰雪被破开之后的人工痕迹。海棠的眉头微皱，不明白范闲到底从哪里来的信心，更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高兴。